好的，来看看今天小狼是给大伙带来的《西游释厄传》的群魔乱舞版啊，也是因为答应大家伙做这个《西游释厄传》，我连续做了3部啊，还是4部的《西游释厄传》。然后呢，一直有人说小狼你又不喜欢做 S 了，那这回呢，咱们做一个《西游释厄传 S》的群魔乱舞啊，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赖的一个版本。这个版本呢，赖在哪儿呢？它并不是说它赖在可以选关啊，赖在这个有超必杀，赖就赖在呢这个游戏玩的啊，对于这些《西游记》的高手来说啊，玩的非常的爽啊，非常过瘾。而且呢，还可以选一些其他的人物，比如说大家伙比较熟知的红孩儿啊，什么小银角啊，什么大老虎啊之类的啊。那这个群魔乱舞版本呢，我是这么说的啊，就是说想给大家伙做一个妖精系列啊，也就是说这个啊什么，首先是红孩儿啊，对吧？红孩儿以前我做过啊，咱们就可以先把它跳过，因为红孩儿确实厉害啊。但是呢，如果要是抛开咱们这些什么元神出窍啊等等的必杀来看，就是说如果是近招玩法，据说呢就是孙悟空啊很厉害，这是第一。然后第二呢是谁厉害呢？就是那个大老虎啊，大老虎很厉害啊。老沙呢作为这个 A 选手也很厉害的，咱们就不多说了啊。这个就在 CS 里面它的设定啊也感觉没有怎么变啊。但这里面呢，咱们是什么招都在用，而且用的难度呢是究极难，也就是超级难啊，最高难度。不像上一次咱们玩的 CS 呢，是小龙女跟沙悟净，他们两个是什么呢？他们两个是那个简单难度啊。所以说这个呢，咱们就是什么招都带的。这里最赖的呢，就是2个人互相接那个超必杀，就是大型的元神出窍，对吧？元神出窍大家伙都知道，它是必须要用2个小万的能量咱们才能练，而这个大元神出窍呢，必须有1个大万啊才能练。练完之后呢，咱们只剩下没有万的这个半管气儿，所以说大元神也是挺逗的啊。这里面呢，咱们除了红豆之外呢，还有就是说咱们可以选择啊，每个人都可以乾坤10连斩啊，对吧？也没有什么克不克制之说啊，大概就是这个情况，就是说在这个乾坤10连斩方面上，只有你克制他才能练啊。好，你看他练一个超必杀，我练一个超必杀。然后这边跳真老手一个必杀，为什么要跳真老手打一下啊？我估摸是这样的，伤害不够，跳真老手打一下，然后补一个超杀。这里面怎么快速超杀？就是选择用这个红豆啊，一个红豆大红豆，然后就可以超杀了，对吧？就非常屌啊！好的，看看现在第一关用了2分钟啊，用了2分钟37、8秒吧，大概。这关呢是水克火，水克火的话，除了这关还有最后一关。这个群魔乱舞版呢，正常是可以那个选关的啊，很多人不知道可以选关，这个是一定要说清楚啊。好，天罡火，这个天罡火你看不是感觉就是打不了全屏，我感觉天罡火是整个天赋必杀里面最弱的一个技能啊，真的是最弱的，就是它好像根本打不着人儿。就有的时候呢，这个随机性太强，有点像原版那个诸葛亮那个雷霆万钧。这可能恰恰因为孙悟空这个人本身啊，在技能方面上就挺赖的，因为他的元神出窍呢是一个大金刚啊，一个大猩猩，对吧啊？然后这个怼出去，发招非常快，所以说这个孙悟空，而且孙悟空的单 A 也是非常猛的啊，再加上本身呢他的下上手的升龙也是可以用来这个无限连。但是呢，咱们这个群魔乱舞版本啊，这个按理说就应该是找几个人玩这个妖精，是吧？妖精你不玩，你都群魔乱舞了，不玩妖精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个唐僧版啊，如果一个这个唐僧版是不是就得如果真能选唐僧，那干嘛啊，对吧？万法元音归一体，三圣什么的。对呀，我就是在说我们小猪猪啊，逼逼赖赖的玩什么游戏啊？都已经开始解说了啊，还要去玩游戏？你就是去玩游戏也得把这个直播间打开，知道吗？啊，我就是 PUA， 所有支持我的粉丝啊，每天晚上直播的时候必须要打开我的直播间，每天一定要把我所有的网站里面上传的视频全都看一遍啊！如果你不看，你就是不喜欢我，你就是不爱我了。对，你这样的话我很伤心啊。就必须要跟你们玩 PUA 啊！如果不玩这个的话，我感觉你们是吧？好，看看上了一手超杀，然后再来追地玄冥府，打完之后呢，直接强行闪身啊，一个瞬身之术。这个底下还冒泡，我感觉他
他这坛子里面应该全是火，他一点都不怕火的啊。好，跳出来一手超杀，然后这边再来玄冥斧，双玄冥斧，然后直接秒掉。玄冥斧呢是一听这个名字啊，能够克制火关，也是很正常的。哎呀妈！刚才跳了个绳，然后呢，有点咳痰啊，有点咳痰。好，这里面咱们是不是选关了啊？正常的关卡呢是要大水怪那一关的啊。他们第一关、第二关完了之后呢，直接来到了这一关。这个很多人说为什么要选关啊？在这里也跟大伙说一下啊，就是他选关的主要方式就是说，他想把一些，因为他是速通的啊，最快的速度通关。然后呢，他速通的方面上呢是这么想的，就是说你一定要把这个宝物合理分配。你像刚才2个玄冥斧，对吧？2个玄冥斧，为什么要2个玄冥斧呢？因为呢，他没有红豆，他想放红豆呢，绝对有点费。这样的话呢，再练超杀还不如玄冥斧快。玄冥斧呢不需要放红豆，直接就是一个玄冥斧，打血也非常多啊，我就用了。而这一关呢，可能 BOSS 啊非常小，他们2个你看有乾坤10连斩，然后再接一手超杀，接上。好，再一手这孙悟空的超杀，大元神出鞘啊，直接秒掉。所以说这种的地方适合他们来攒宝啊，可以把宝攒得非常全，这个就非常好。在这里呢还是千佛手，好，直接过图啊，直接过图。这里面呢，咱们的孙悟空呢是 IPUUM， 我好像解说过他的视频啊。然后2批呢叫天苍巡红颜。这里面正常的玩法应该先放一个小宝，然后把它拖住，但是并没有这么做。我们看看孙悟空现在已经大万了啊，已经是大万了。一个定完之后，孙悟空先练一手超杀，然后下上，好了，乾坤10连斩，然后接上一个杀悟净的大元神出鞘。你先练乾坤10连斩，然后杀悟净再练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。否则是这样的啊，咱们一个人练这个大元神出鞘的时候，所有人是不能动的啊。但是呢，你已经练过乾坤10连斩了，这就无所谓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有卡的吗？我刚才有人说那个鸭粉说有点卡，感觉好像如果要是只有你卡的话，你试试看看换个线路啊，换个线路。那如果要是还有人卡，这就是我问题吗？我看看啊，因为我刚才播王者荣耀一点都不卡的啊，应该没有问题。好，乾坤10连斩顶过来，一手超杀还没死，必不会是虎力大仙。追地，结果没追上啊，推那个铃铛了。先手一个小飞镖，这个地方好的，孙悟空一手超杀，这个超杀的血量实在是太多了啊，这个超杀的血量真的是很凶。这个龙灯，火云刀，喝一口82年的茶水润润喉。好，先打第4关，然后再打第3关。上来一手火云刀，不知道是何目的啊？就是为了清小兵吗？对你可能是迅雷吧？你带宽不是很足。如果你迅雷下载，迅雷就是默认啊。你下载东西之后呢，因为你比如说你下载种子了啊，对吧？然后呢，那个迅雷就会用你的去做种，他用你做种呢，你可能就会卡。当然呢啊，以前是肯定会卡的。现在由于啊每一家的这个人啊，咱们的这个带宽都不一样，有可能有的200-300兆的啊，就是挂上一个迅雷可能也卡不了多少。但是你这个卡了，估计要不就是迅雷太狗了，对吧？就是你机器里默认上传那个迅雷的东西了啊，那个很讨厌啊。这下种子怎么了啊？好，一个雷先卡出。2个人可以在这个节骨眼上啊长气儿，好，慢慢长气儿啊。诸葛亮啊，不是诸葛亮去了，孙悟空还要等诸葛亮去了。先一个跳正阳手，一个乾坤10连斩卡住，啊，直接练一手超杀秒掉。他的玩法是这样的啊，先是一个跳正阳手，然后直接跟上一个元神出鞘，然后跟上乾坤10连斩打几下压制起身，而这个杀无尽呢跟上一手超杀，他是这个路子啊，这个路子非常屌啊。好，弑恶剑，好，直接走。
好，来看看金鱼精。咱们下一部作品啊，可以给大家伙解说这个金鱼精啊。其实呢，这玩意儿吧，就是换汤不换药，对吧？剧情是没有变，无论是谁去保护唐僧7天取经，都是可以的啊。好，接上一个超杀没死，追地一点，孙悟空再跟上一个超，哎，这里面呢应该要用灭了啊，遁入幻境，火克啊，水克火，一个灭。金鱼精，这是金鱼吗？这不是绿鱼吗？这不是啊？金鲤鱼，驴，我操，正好一滴血啊！一个超杀接一个追地，直接干死。方天雷电戟，方天画雷电戟，金刚咒，这个隆咚。BOSS 是无法攻击的啊。这个下臂接乾坤10连斩等于风招，这还带一手禁手是吧？哎，好，我们小时候管这个混元功法，哎，这个不就是混元功法吗？啊，马老师，你能不能教我混元功法？我说可以。我说你这健身房练死劲儿不管用啊，这就是混，它的名字就叫混元功。但是呢，马老师那个混元功，那个混是浑水摸鱼的混，啊，这里面是浑元功，是3点水加一个日，再加一个，是吧？就是那个啊，浑水摸鱼的浑呀，不，哎，不对呀，哪个道浑水摸鱼还是浑水摸鱼不一样？这两个人都可以吧？但是那个36计到底哪个是哪个混啊？我操，反正这两个确实分不清楚啊。一个是3点水加个军。是不是？好，是恶剑，先把2个水怪秒了啊，然后让它强行组合在一起，组合在一起啊。3点水加个坤，一个是3点水加个军。咱中国正常的这个混元功法的这个正版啊，是这个3点水加个坤那个啊。这个混元功是跳起来摁斜下臂，然后这招呢是我们小时候就俗称的就跳起来发哈多肯。好，大水怪的时候有时候撇这个飞镖啊很赖，但是现在2个人大万都快满了，还是飞镖。好的，大哥，这个死了，这个就多少有点啊。这个死人呢，多多少少有点难受啊！发生什么事了啊？对吧？我按照我的理解，不应该死人的啊，这死了啊！啊，能做到强杀不让他合体吗？做不到啊！臣妾做不到，臣妾做不到啊！啊，不耽误速通，一臂速通啊！你看唐僧啊！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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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蹦，这孙悟空说我大意了啊，没有闪，一个腿绊打我脸，等有瑕疵。落地为什么先要一个鸡个隆咚啊？到底说的是金刚咒还是鸡个隆咚啊？说的不知道啊哪个？为了速通死命是吗？啊，能理解啊，能理解。如果说是那个什么的话啊。如果说是那个魂斗罗啊，基本上大家伙都了解那些就是现计流的那种速通方式吧啊，它就是快呀，关键是啊。好，这里面呢不用背啊，你不用记，反正直接就能给你整走，不用记啊，直接就能走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今天没有盖世啊，他没给我呀，岁月哥啊，对吧？那个漫游他给我一个说过一阵给我那个貂蝉的，但是他现在他没给我发，然后我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一共这个蜘蛛精一共有7个蜘蛛精，为什么只有5个？而且这7个蜘蛛精呢，对吧？有2个和有2对是连相，长得一模一样啊。有2对是连相，但是他们的胸部都非常的大。好，雷电戟可以打2下啊。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啊，雷电戟打这种 BOSS 可以打2下，这个设定是非常赖的，是不是啊？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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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合体成为一个大蜘蛛。好，元神出鞘，连续的元神，一个大元神。啊，老沙怎么说？小葫芦浪费了，人质也死了啊。蜘蛛精跟七仙女有什么关系？据说跟七仙女就有关系啊，据说跟七仙女就有关系，知道什么意思吧？啊，就是说什么呢？就是曾经的七仙女啊，就是被贬下来了，知道吧？啊，很多人说不对呀，七仙女是仙女，对吧？蜘蛛精是妖精，那能一样吗？啊，这个啊，虽然说呢，七仙女是蜘蛛精的这个事儿呢，还是多多少少有点扯啊，但是咱们不妨脑洞大一点。其实呢，按照我们《西游记》里面讲，它是一个比较架空的世界啊，大体上呢与这个看起来好像跟神话体系有点相同，但是细微还有很多不一样。比如说嫦娥其实并不止一位，是吧？啊等等啊，对吧？然后比如说这个七仙女也是，还有就是咱们大家伙说啊，就是说为什么说啊妖精就不能当神仙吗？对吧？妖精就不能当神仙吗？这点肯定是站不住脚的。首先，根据我们的这个《山海经》里记载，对吧？有很多神仙曾经都是妖精，啊，对吧？本身你比如说，你像那个包括咱们那个西王母，这个西王母呢不一定啊是咱们口中说的这个王母娘娘，但是呢，这个西王母呢就是一个妖精啊，是一只这个豹子啊，豹子精。啊，就是说，咱不能说是豹子精，是豹子修炼成神仙。这个，但是呢，在《西游记》里面肯定不是这么讲的，对吧？人《西游记》肯定是不这么讲的。包括你像啊，咱们有人说28星宿，孙悟空算不算？孙悟空是弼马温，对吧？他算不算妖精？猪八戒虽然说他是错投了猪胎，那他算不算妖精呢？所以说，如果咱们是唯物主义的话，对吧？猪八戒现在就是妖精啊，但是他是天蓬元帅的时候呢，不知道啊。因为他以前是什么转生什么的，咱谁知道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你看这个七仙女啊，如果很多人说仙女是仙女，是女人啊，成神了；妖精是妖精，她是蜘蛛，她虽然说修炼成了人形，但她还是蜘蛛。如果你这么说，我还是觉得站不住脚啊，因为有很多神仙呢都是妖怪啊，对吧？所以对，包括这个女娃，很多人就说是蛇精，好多文学作品里面也说啊。对吧？都是这么讲，但是这个伏羲氏啊，可能就不是了吧啊！这个伏羲氏可能就不像大家伙说这个是吧啊？当然也有作品说是，毕竟说对吧？羡慕许仙赶日蛇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咱们这个按照《西游记》里面咱们讲，那么呢，咱们就不得不结合《西游记》的作者他是怎么想的。这个作者呢，他是明代的人啊，应该说呢，就封建社会、封建王朝，他应该也是要借鉴一些。啊，上古时期的文献和这个传说来做他这种神魔小说体系，以讽刺为主要目的的这种神魔小说体系啊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这种情况下呢，你要知道这个西王母也好，还是28星宿也好，是吧？这些都是神仙，但是呢，我说你是神，你才能是神，兄弟们啊！就现在也好啊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啊，咱们譬如说小狼现在。是一个散人啊，咱们玩传奇私服，大伙都知道是一个散人，或者说呢是一个盲流子，是一个不是务正业的一个直播的啊，搞另类的偏门的啊，带有一点点网络乞讨色彩的这种主播啊，有很多体制内的人，对吧？他说我 low 啊，虽然说我赚的可能稍微多那么一丢丢啊，可能是一个月比那他们一个月5、6千块钱，假设啊，那我们可能是1万多啊，可能他就有点那啥了啊。咱举个例子啊，随便举个例子，但是他有权利啊，再加上他保障啊，对不对啊？就这么个事儿。然后呢，啊，都是觉得也有编制好，但是呢，我现在要考编制，那可难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又没上过大学，没有硬性要求的文凭，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业务能力。但是呢，有的工作岗位呢，也恰恰不需要这种能力，但是呢，你确实得需要这个经历。或者是咱们要考公务员，或者说咱们大学毕业怎么样，正好被政府招过去等等的啊。而这个时候呢，有一些人动歪心眼子，想要走后门，比如说我爸是谁谁谁，我叔是谁谁谁啊，我这边我大娘是什么主任啊，我爸是什么什么局长啊，我大爷是某县副书记啊，什么等等啊。哎，我呢通过这个关系，对吧？我就简简单单的。
啊，我就成了啊，我就进体制了。那他说你是体制内的，你就是体制内的啊，对不对？我不管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啊，你比如说我们还因为打架啊，我以前进过打架啊，以前打架我还进过局子，是吧？我呢，我以前我还那个什么啊，我以前我还那个在学生时期啊，把那个学生肚子搞大了，然后呢闹得影响特别不好啊，这些事儿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说你是体制内的，你就是体制内的，不重要啊，是吧？就像我爸啊，我父亲，我们家老爷子，想当年在中国农业银行。对吧？有一个位置是主任的位置啊，这个主任的位置呢，竞选人有3个。第一个竞选人啊，首要就是我爸是对吧？这个就说白了就是当了9年兵啊，铁血军人啊，在部队还获得过这个个人3等功啊等等啊，这个而且呢业务还精湛啊，但是呢没什么关系。而且呢，人呢还比较犟，也不会送礼啊。这是在农业银行啊。第2位呢就是什么呢？比较年轻啊，业务能力非常好啊，名牌大学毕业，但是呢太年轻了啊，可能也就不到30啊，就27、8，可能有点不太敢那么用啊。再加上有好的机会，是不是给一些年长的人？按理说也是应该的啊，因为毕竟呢，人年长的业务能力虽然说没那么高的学历啊。这个业务能力还可以。第3位是什么呢？某领导家的这个亲戚啊，具体的这个亲戚还挺近算是很近的亲戚，而且领导很大。后来呢，你知道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的吗？啊，你知道最后是什么事儿吗？这个事儿啊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可能都不相信啊，你们可能都不相信。最后呢，既没找我爸，也没找那个文凭高的。啊，找这个，你们都知道了，肯定是要找那个有关系的了，让那个有关系的那个人，资质非常平庸的人当上了这个主任。但是理由是什么？兄弟们，你们知道理由是什么吗？理由就是这个主任一定要戴眼镜啊！哎，不，你们以为这是我瞎编的？把我老爷子叫过来，这事儿都可以立马往这一站，这都是故事，都是原型，就是原型是老爷子啊，就是。我们这个主任有眼镜，看起来比较稳重啊，然后必须得有眼镜，到时候呢各单位也比较服，有学问啊，这都真事儿啊，这都实打实，说你行你就行，不行也行，说不行就不行，行也不行，不服不行啊，这是真事儿。还有就是那种，比如说你家孩子，比如你家孩子，那个找个男朋友处对象。你妈看这个男孩子穷啊，看男孩子虽然说有志气，没有用，穷，给不起彩礼啊，瞧不起，对吧？你要跟他处对象结婚啊，不行。最后理由是什么？我妈不让我找姓李的啊，我妈不让我找姓李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张家长李家短啊，对吧？因为是吧？你这妈的，这不随便找个理由啊，说你就是吧？就这个意思啊。那这玩意儿你谁说算谁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情况就这么个情况啊。你像我家老爷子一气之下就有点不乐意了，引到情绪了。直系领导也没有办法，因为直系领导上面还有领导，人家上面领导指名道姓告诉你啊，要搞这个事儿，那咋办？然后你呢甩脸子给你的直系领导看，结果你这边工作也没做好，直系领导一看你这个人。啊，机会是，咱说机会是那啥，对吧？你也再说了，你也不会变通，是吧？啊，再加上咱该说不说的啊，这个东西确实还没到啊，你那忍一忍吧。你跟我发什么火啊？我也没办法呀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我这个不会变通，我家老爷子呢就被这个我们正那个时候吧，很少有人愿意出差，就是不是出差。什么？我那个工作是我爸那个工作是没有出差的，是什么呢？是这样的啊，是把你调到一个所当所长，明升暗降，谁不喜欢在城里面待着？把你调到林区里面，把你调到那个林场里，对吧？想要回家都得坐2-3个小时的那个汽车，冬天都没法坐车
啊，没有像现在道这么好。那当然不愿意去了，谁愿意去啊？对吧？那谁愿意去啊？那我就不愿意去，不愿意去也得去。最后呢，我爸就买断了。大伙儿知道买断什么意思吧？就是你呀，知道呢，咱们是老资格了啊，但是呢，现在单位呢需要注入一些年轻的血液啊，对吧？企业单位嘛，对不对？那个也别占着茅坑不拉屎了。但是我们有赔偿机制啊，你们可以是吧？过来，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啊。你可以那个，我给你一笔钱，是吧？就行不行啊？我爸一看也不受这气啊，不受这个气，拿一笔钱就退了。现在想想挺后悔啊，所以改行去送水了嘛啊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想来想去挺后悔，不如改行去送水啊。这都我跟你们说的，很多人小狼有的时候呢，为什么喜欢听我狼唠嗑？我该吹牛逼的时候吧，你们都能听出来，我就是在吹牛逼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什么我兄弟前女友啊，有的很多都是吹牛逼的。有些事儿像老爷子这个事儿，还有很多我说的一些现象，这都是实打实的发生的，对吧？对吧？像我说我30厘米长，宽腿水平那么粗，这都是真事儿，一点都不带，对吧？不带扯谎。所以说你们就是吧，咱该说不说的啊。所以我狼呢，为啥听我狼解说有意思呢？它处处就透着这么一个理字儿啊。这东西该说真话的时候，咱一点不含糊啊，相当牛逼啊。好，哎呀，这胸真大啊！不是你们，我发现屏幕上有一些发问号的，你们有病啊！啊，我说的都是假的，是不是？我说的都是假的，是不是？真是啊！好，我看看啊，这都是痛说革命家史啊，这都是故事啊，这都故事。想当年呢，老爷子呢也没少拿啊，我记得不是16万就是14万。那是2006年啊，还不是2000几年，拿上了10几万。当时在我们那个小城，我们当时那个小城呢是这样的啊，一个平房5000到15000之间啊，平房啊，买一栋一栋的买，16万，你买多少呢？咱不说多啊，买10栋平房，现在那可就是10个门市啊，往少了说啊。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啊？那我现在我还跟你们直播，我真事儿我就电竞王思聪啊，电竞吴思聪，我到哪儿我，对吧？我一解说我真事儿，我就你们给我送火箭，我都得给你们送火箭，我就飘成这个逼样，知道吧？这玩意儿谁有前后眼呢？这谁都没有啊，确实是没有。千佛手，我操，这老祖宗的72变。一个千佛手跳正好手，好的，乾坤10连斩，没打多少点啊。其实包括那个时候也是，那个时候拿了16万，当时呢是我小姑啊，我小姑呢是杭州啊，她是东北人，然后嫁到杭州了啊，嫁到杭州了。现在呢，小姑在杭州也不错，然后我很多亲戚啊都在那边啊，比如说我本身我小姑去也是因为我大娘是杭州人啊，对吧？是那个余杭镇的人。然后呢，这不是这么个故事吗？我小姑去了之后呢，也想把我爸拽去，但我爸呢，这个有点这个饮水思源，有点这个身土不二啊，没有想再往那边走，就在东北待着了啊。如果当时拿着16万去，当时啊，我小姑是在苍前县啊，我不知道大家伙知道苍前在哪？如果有杭州的人知道苍前在哪啊？就是苍前县、苍前镇啊，不是县，其实就是一条街。现在就是那个马云的那个梦想小镇，知道吧？就是那个梦想小镇就在那个地方。然后当时呢，就说你到这边来买房子吧，那个时候可能房子也就很便宜，而且很便宜，就哪怕是2010几年的时候，也无非就是3、4千块钱一平。2011年、2012年的时候，就这么便宜啊！现在真的是没法说了，知道吧？啊，现在怎么说呢？对吧？你16万在那边交个首付，能买好几套，对吧？能买个2、3套，那还怎么说啊？这玩意儿所以说谁都没有前后眼，知道吧？啊，这玩意儿好，一个雷电戟能拿2点。
啊，能打2点，这个设计非常的好啊。这玩意儿确实是啊，谁能想到马云当时因为马云是杭师大的嘛，是吧啊？那杭师大就在那儿啊，杭师大就在那个地方。然后我这边呢，我这个姑父啊，我姑父是那个一个杭师大附属中学的一个校长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你看啊，我这边也有亲戚，我姑父是校长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我这边那个大表哥是中字头的这个企业的董事长，但是我没有依靠他啊。说白了啊，我也不想去，为啥呢？为啥不想去呢？我这个人就是有韧性，这是我的优点也是缺点啊。对这个社会的适应能力呢，不会，我这个人所以说我跟我家老爷子一样，这玩意儿随根儿，你知道吧啊？有一些资源不想用，然后呢这边还痛恨别人用资源，所以说干脆我也不用。就好比当年我丢手机似的，我丢了2个手机都被人捡走，然后当场关机。我白丢2个手机，但是我捡了2个手机，我当场就给人打，就是对吧？人家给我打电话也好，还是我解不了锁，人家给我打电话，还是我能解锁，我给别人打电话，我说你手机丢了，现在手机在哪，你过来取，然后要给我钱，我1分不要。我说这个世界是要正能量循环的啊，对吧？是要循环起来啊，对吧？咱们玩这个人生 online 这个游戏啊，一定要自己啊努力起来。当然呢，运用好关系也是努力的一部分，只不过呢。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。好了，我们先不扯这个事儿啊。一会儿大幻魔了，这边呢，咱们是把所有的宝泉都放在这里。一会儿还有大幻魔，在这里呢，正常呢，咱们的这个老沙呢是可以进入这个大幻魔的这个对，可以让大幻魔进入幻境。所以我们看看是不是要老沙搞一手啊？老沙搞一手遁入幻境。好，看看，对，人生立足啊，我跟大家伙说啊，人生立足。不可缺少的是2个东西啊。第一，不能缺的是什么？好的，要不要遁入幻境？好，遁入幻境。好的，老沙遁入，让这个大幻魔遁入幻境了啊。先手一个玄冥斧，妈咪吼。人生最缺不了的2个东西，大家伙记住啊，永远都记住啊。第一就是人品，第二呢是努力啊。好的，我们看看第一个愣瞪。定住补气儿，好，寒冰掌，好，练一手超杀，直接超死，牛逼啊！32分钟46秒，直接嗝屁了。正常这还有个蝎子，对啊，我正常还有蝎子的啊，这个没办法。其实他死的时候，按理说就已经算通关了啊，你不能说血条消失了才能通关。好的，唐僧从里爬出来了啊，而且这个蝎子那个姿势非常猥琐啊，这个蝎子居然那样似的啊。好，最后也是感谢我们的 IPU 啊，有一点小的瑕疵啊，不过不要紧，最终呢还是以32分钟40多秒的时候就通关，也是感谢这2位高手的这个操作，同时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大家伙啊能支持我狼的话呢最好是给我狼天天守护一下啊，对不对？点一点你的小手，是不是？对吧？没关注的点一下关注啊，没看过的是吧？多看一看啊，那我就牛逼了啊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